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不讲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什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今天我们直接说点接地气的，不那么弯弯绕的来讲讲生命的显化。关于生命的显化呢，有3个境界，分别是心想事成、事成心想、心成事想。听完以后告诉我，你现在在哪个阶段？你看，我们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祝福别人，是不是经常爱说一句话？那就是祝你心想事成，对不对？我们肯定认为这是一句好话，所以才会以祝福的形式送给大家。但是要我说，我们以后尽量不要这么祝福对方。你想，你祝他心想，那就等于是什么呢？是你在不停地提醒他，他现在还没有，他现在还得继续苦苦地追求，对不对？就相当于是在天道的系统里直接在强行地帮人家去下一个低频的订单，这样可不好。开头我说了，生命显化在天道和宇宙能量的维度里一共有3个层级，而心想事成我给它排在最底层。其实它也是死死困住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一个最低的维度。再往上走还有一个维度叫什么呢？事成心想。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境界叫心成事想。成这时候就变成了诚意的诚，想呢就变成了享受的享。我知道你们听着有点懵是吧？那接下来我一层一层给你们扒开了讲。如果你能听懂了，那么你的人生剧本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反转。来，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也就是99%的人都正在经历的这个维度，那就是心想事成。什么叫做心想事成呢？就是你心里天天想着、盼着、求着一个结果，然后希望这个事能成。你想发财，想升职，想挽回一段感情，想家庭圆满、身体健康，这都是正处在心想事成的这个阶段里。你甚至觉得只要自己想得足够强烈，只要自己足够的努力，老天爷就会被感动，就会收到我的请求，就会满足我。但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恰恰相反，真相是你越是想，你越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看透这个想背后的能量底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天天想要发财？因为你现在没钱，对吧？因为你恐惧贫穷，对不对？你为什么天天想要对方爱你呢？因为你现在觉得很孤独，你现在觉得你没有爱，你内心极度的匮乏。你看，这个心想事成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向外求，它底层的代码其实全部都是匮乏、贪婪，还有恐惧，对不对？我们之前也讲过，宇宙天道这个超级大的计算机根本听不懂你嘴上说我想要什么，它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所发出来的频率。你如果是带着极度匮乏和恐惧的频率去发射信号，去跟宇宙下订单，那么天道宇宙收到这个低频的信号之后会怎么回应你呢？他会说这个人是匮乏的、恐惧的，那就匹配给他相应的境遇，匹配更多让他感到恐惧匮乏的人和事。剧本就是这么来的。你看，剧本是不是自己选的？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越求什么，你就越失去什么，越得不到什么。你越想抓取什么，就越流失什么。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活在心想事成这个维度里的人，往往最后都是会被业力的钩子死死地勾住，满身伤痕，求而不得。好，那怎么破局呢？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第2个维度了，那就是觉醒者的维度，事成心想。注意这2个词的顺序，就是把心想事成给完全反过来了。那什么是事成心想呢？就是你要明白一个高维度的宇宙真相，在量子力学的层面，在平行宇宙的层面，你想要得到的所有的结果，
那个所谓的事，其实早就已经成了。这是不是很颠覆，很夸张？在平行宇宙里，其实早就有一个亿万富翁的剧本，早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剧本，早就有一个健康长寿的剧本了，就是这么的玄妙。所有的果都已经在那儿给你摆开了，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你从零开始去创造，去苦苦地向外追求抓取。这在更高维度的认知里叫做什么呢？果因论，不是因果论了，不是有因才有果，而是所有的果都已经存在了，是你正在每一个当下创造去匹配对那个果的因。收到了吗？好，那你该怎么匹配呢？这就是心想。但是这里的想不是向外所求的想，不是用脑子拼命幻想的想，而是用你的心去对齐那个频率。想要什么果就去对齐这个果的频率，去调整你的这个频段就好了。你想要成功，那你就去真实的体验和感受那个已经成功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调频。当你想要丰盛，你不需要去求丰盛，你只需要在当下这一刻把自己调频到我本自具足，我很丰盛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只需要随时对自己当下的频率提起觉知。一旦发现自己又掉进了比如说焦虑、恐惧这样的低频的频段里，比如说又很不自觉地说出了很低频的负面的话，做出了负面的行动、低频的行动等等，好，立刻喊停，然后重新去校准自己的频率，就像对讲机一样，频道不对了赶紧调一调。当你能时刻把自己的频率保持到和那个已经发生的其中一个丰盛的高频的果同频的时候，那么这个果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自动的逐渐的显化在你的生命里。记住了吗？这就叫是早就成了，只是等待你的心去对齐。这就是事成心想。如果你能活出这个维度，那么你的人生就已经开挂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今天我们既然讲了，那我就给你讲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的高人，他们活在更高的一个维度里，那就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心诚事想。诚实的诚，享受的享。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一种完全开放、极度流淌的生命状态。到了这个境界，他已经不再需要去调频了，他不再需要去选剧本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选本身依然还有一些小我的痕迹在里边，对不对？为什么是心诚呢？就是对天道完全的臣服，就是老子说的唯道是从，对天道安排的在当下的每一个发生，自己此时此刻正在体验的每一个角色，都保持绝对的至诚和接纳。这就叫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做一艘没有拴着缆绳的小船，在海洋里随意的飘荡，风往哪吹，水往哪流，就顺势往哪飘。它不会去抵抗任何一朵浪花，它也不执着于任何的彼岸，它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投身于天道的运作之中，随时随地都保持着和宇宙源头直连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试想，不管天道给他派发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剧本，哪怕在世俗层面来看是一种磨难，是一种绝境，他们都会用一种享受和感恩的心态去体验、去接受，因为他们很清楚，凡是天道安排的，那绝对都是比现在的这个小我算计出来的要完美无数倍。处在这个境界，事情就不再是被他求出来的了，也不再是被他选出来的，而是干嘛呢？而是顺其自然的以一种毫不费力的方式显化出来，供他去享受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听完以后你可能就全懂了。在印度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寺庙。我们平时去的寺庙都是干嘛的？是不是都是去烧香、拜佛、许愿的？
对吧？求升官发财，求婚姻，求健康。但是这个寺庙不一样，它不是用来让你许愿的，它是专门来帮你打破愿望的。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那里的修行者都会教导他们一句话，那就是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来自于你不断地产生愿望，而人类能拥有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再需要任何的愿望。这句话你细品，当你不再需要任何愿望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不再觉得匮乏，意味着你证悟到了无所得，心无挂碍。你已经证悟到了本自具足的圆满和如来智慧，把生命的驾驶权彻底交还给了天道，把人类的那个妄念通通都放下了。在天道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之下做出来的。你不会再去问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你会开始对老天爷说，来吧，不管你给我什么，我都全盘的接纳，我都会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我都会好好的享受这趟旅程。当你不再有所求的时候，全宇宙的能量反而都会向你涌来，因为你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容器，你变得不再有任何的摩擦力和阻力了。这就是老子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是最高维度的心诚事想。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听完了这3个维度，来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现在自己正处在第几层。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还处在第1层，那么好，从今天起，先停止用那个带着恐惧、贪婪和匮乏的钩子去向外抓取，试着把手松开。当你遇到困难、遇到那些烂事的时候，先别急着去抗拒，在心里念3遍事儿早就成了，我只需要调频。然后呢，把你关注的焦点从我得不到怎么办，转移到我现在正在处于什么样的频率，去允许，去感恩，去释放你的爱，让自己立刻从某一个我执当中重新回到那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小我动机的行动中去。注意，这种无小我动机的行动一定是以爱与慈悲，一定是以利益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的众生作为发心的。当你慢慢习惯了这种高频的运作方式，你最终就会自然而然地滑向事成心想，然后再去到心诚事想的境界。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苦苦追寻了一辈子的彼岸，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只是你以前闭着眼睛不肯看而已。最后，如果你今天真的听懂了这个非常颠覆认知的内容，那如果你也想从底层拔高自己的生命维度，那么不妨和我一起在评论区里打出心诚事想这4个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